Hello，大家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顾阳，来自英特尔，在英特尔负责 Web 图形和 Web AI。这个月初，我在英特尔工作也刚满20年，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我也算 W3C China 大会的老面孔了。我本人从2011年就开始做 Web 图形，后来带领一个组做 WebGL 1.0的优化，WebGL 2.0的标准和浏览器实现。2017年 WebGPU Community Group 成立，我们也开始转到 WebGPU 开发上来。近几年又把一部分的重心移到 AI 上，做 WebGPU 里面 Compute 相关的功能，做 TensorFlow.js 和 Honest Runtime 等 Web AI 的框架。去年5月份，谷歌 Chrome 正式发布了 WebGPU 的实现，支持 Windows、macOS 和 ChromeOS。今年2月份又发布了 Android 上的实现。世界上最多用户的浏览器能够现身说法，鼓励着很多的应用开始往 WebGPU 做迁移。我们也开始积极的推广这个技术。去年我来开会，碰到人就问：你们知道 WebGPU 吗？我们这有个新技术，要不了解一下？今年发现完全不同了，有很多的 session 在聊 WebGPU，线下也有很多的同学朋友来找我说，他们最近想迁移到 WebGPU 上面，问我们是否可以分享经验，或者可以合作合作。很欣喜的看到这些变化。WebGPU 已经经历了7年多的一个发展，从最早的很多细节的讨论，weekly 的 community group 的会议，到各种 spec 实现和优化的落地。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见证了一个技术从最初的起步，各种的 debate，到慢慢的成熟，然后有很多的 early access、early porting，一个日益强大的生态正在形成。今天就让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 WebGPU 这1年来的发展。在介绍具体发展前，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新闻。过去的这个5月是一个非常繁忙的月份，有很多的大会，其中有2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是 Google 的 I/O 大会，另一个是微软的 Build 大会。首先是14日的 Google I/O 大会，它的 keynote 和后面的很多 technical sessions 都在讨论 WebGPU。无论是用作渲染还是用作 AI，WebGPU 都得到了很多的 highlights。在 keynote 上，更是把 WebGPU 和 WebAssembly 称作 Web AI 的骨干技术。Google I/O 上还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 Chrome 浏览器将集成 Google 最重要的模型 Gemini 家庭的 Nano 版本。这标志着 Chrome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 AI 浏览器，很多 AI 功能，比如写作、总结、翻译，甚至帮助程序员 debug，都完全可以在设备上离线快速的完成，而底层的实现则是完全基于 WebGPU。另一个是21日微软的 Build 大会，微软有个公司级的 AI 框架 Honest Runtime，同时支持 Inference 和 Training。它也是一个混合 Native 和 Web 的框架。它的 Web 支持包含 Wasm、WebGPU 和一个不大成熟的 WebGL。从去年7月份开始，我们就跟微软紧密合作它的 WebGPU 后端，实现了很多的算子，包括 Honest Runtime 特有的部分算子，还做了不少优化。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今年2月份 Honest Runtime 的1.17版本发布， WebGPU 的后端也第一次正式发布。Hugging Face 有个项目叫 Transformer.js， 它即将发布它的 V3 版本，会正式基于 Honest Runtime 的 WebGPU 后端。我们知道微软有个很重要的模型家族 Phi， 今年4月份它发布了第3个版本，然后我们在1个月的时间里，让 Phi 3 mini 的 Transformer.js 的 WebGPU 后端上跑了起来，并做了很多优化。我们看到的这个 Build 大会上的 demo 是在英伟达的4090上跑的，性能达到了70 tokens 每秒，
我们试过其他的平台，包含集成显卡，也能取得很不错的成绩。完了最新的2个大会，我们来看一下 WebGPU 过去1年有哪些主要更新。首先讲一下标准。WebGPU 其实有2个标准，一个关于 API， 另一个关于 Shading Language， 就是 WebGPU Shading Language， 简称 Wixel。遗憾的是，标准还是没有正式发布，或者说没有达到 W3C 定义的 CR Candidate Recommendation 阶段。但是我们已经无限接近了，毕竟 Chrome 发布1年多，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现在 WebGPU Working Group 把标准的发展分成了几个 milestone。Milestone 0主要是为了冲刺 CR 的，这里的定义基本固定，不再增添新功能。等 Chrome 之外的其他浏览器实现了，就可以敲章同意，那第一个 WebGPU 的 CR 标准就可以发布了。我们很期待这件事情在今年完成，虽然我们去年也是这么说的。WebGPU 目前跟 Native 的标准还有不少差距，急需往前发展，所以定义出了 Milestone 1和其他2个 Milestone， 已经明确且重要的就放入 Milestone 1中，方便讨论。浏览器也可以先做实现，并让用户早期试用。尚不明确或者不那么重要的，就放入后续待细化的 Milestone 中。这种做法既照顾了不同浏览器厂商进度的不同，又保证很多重要的新功能很快，或者在今后合适的时间进行讨论，让大家对进度一目了然。值得一提的是， Web API 没有版本管理的概念，所以一旦浏览器正式发布了一个 API， 就基本意味着这个 API 不能再修改。任何对它的 breaking changes 都意味着大量的 Web 程序没法运行。所以对于这样的修改，很多浏览器都会有一个正式且复杂的流程，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时间，通常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这也是为什么浏览器正式发布 API 很谨慎的原因。当然 ，Web 平台如果远远落后 Native， 将失去吸引力。因此，尽快加入新功能也非常重要。这里面就需要一个平衡。影响进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源。Web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平台， WebGPU 又是迄今为止最复杂的 API， 开发它需要大量的资源，这往往是导致不同浏览器在实现上相差甚远的一个重要原因。聊完标准，我们来看看浏览器实现的情况。WebGPU Community Group 成立于2017年2月，之后所有主要的浏览器厂商、公司和个人都积极参与到标准的制定和浏览器的实现中来。英特尔一直是很积极的成员，贡献了超过2000多个 patch。刚才 ARM 的同事介绍了他们在 DOM 里面的贡献，非常好，也非常欢迎更多人加入到 WebGPU 的努力中来。就浏览器目前的状态来说，前面介绍过 Chrome 走在最前，已经发布了除 Linux 之外所有客户端 OS 的正式支持。Safari 也在 Technical Preview 185中支持 WebGPU。Firefox 的 Nightly 版本也已经能跑 WebGPU 很久了，相信他们离正式发布都不远。特别到 Chrome 里面，在正式发布1年多的时间里，它并没有原地踏步，相反，在更积极地引入新功能，比如加入了 DXC 微软 Shadow Compiler 的支持，很多新的 feature， 比如 Timestamp Query、F16、DP4A 也都正式发布。WebGPU 并不仅是一个 Web API， 它提供了对当代图形 API、Meta、D3D12 和 Vulkan 很好的抽象和统一，所以它也可以用于 Native 上跨平台的实现。Chrome 有个 Graphite 的项目，就是用 WebGPU 的 Native 实现 DOM 来取代 Skia 现在称为 Ganesh 的 GPU 后端。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 Chrome 每个版本 WebGPU 的具体发展，欢迎查看最后一个链接 What's New in WebGPU。 浏览器，特别是 Chrome 里面做了这么多新功能， WebGPU 已经成熟了吗？远远没有，我们跟 Native 的标准还有不少差距。
我们更是每天听到来自开发者的更多需求。现在有多个 feature 正在讨论和计划中，比如对 AI 非常有帮助的 subgroup 和 wave matrix。我们都知道，矩阵层在当今绝大部分 AI 的算法中都是很 heavy 的一部分。Wave Matrix 便是借助 GPU 硬件的矩阵层功能，大大加速模型的执行。再比如，在图形领域很重要的 Variable Rate Shading、Mesh Shading 和 Ray Tracing，很多 GPU 都开始支持 Ray Tracing，甚至包括移动平台，所以这也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还有能普遍提高性能的 Subgroup，这些新的功能将帮助 Web GPU 在渲染和计算上功能更加强大，性能更加卓越。非常欢迎大家更多的加入到标准的讨论和浏览器的实现中来。前面我们讲到 Scale 的 Graphite 项目的时候，就讲过 Web GPU 不仅是一个 Web API，也是一个 Native API。WebGL 基于老的 Graphics API， 第三、第11、OpenGL 等 Web GPU 作为 WebGL 的继任者，基于的是现代的 Graphics API， 第三、第12、Vulkan 和 Meta。这个转变是革命性的，也正好切合了我们今天 Web Evolve 的主题。今后开发一个程序，需要用 GPU 进行渲染或计算，比如 AI， 完全可以基于 Web GPU Native 的 API 进行开发。如果同时需要一个 Web 版本，就要用 Inksplitn 编译一下，这样一套 Codebase 同时支持 Native 和 Web， 同时支持所有的操作系统，非常的理想。值得一提的是 ，W3C 主要负责 Web， 所有 Web Native 的标准是在 W3C 之外演进的。Google 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动者。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最后的链接，查看最新的头文件里 API 的定义。很多浏览器的 Web GPU 实现，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对 Native 的支持。Google 的 Dawn 项目和 Mozilla 的 WGPU 都是对这一理念的最好解释。更新完 Web GPU 的标准和浏览器实现，大家肯定已经对 Web GPU 跃跃欲试了。我来讲讲 Web GPU 飞速发展的生态。Unity 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游戏引擎之一。去年11月 Unity 的 Unite 大会上， Unity 正式宣布 Unity 6将对 Web GPU 有官方支持。这里有个叫 BoltTech 的 demo， 是基于 URP Universal Render Pipeline 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场景。你们可以看到，在我的笔记本上可以跑到50多甚至60 FPS。相比之前的 WebGL 后端， Unity 的 Web GPU 后端有了巨大的性能提高。谷歌等公司正在跟 Unity 紧密合作，希望它的这个 Web GPU Port 能在 Unity 6正式发布的时候有更好的性能。我们当然也期待更多的 3A 大作能很快的 port 到 Web 上来。游戏引擎还有个代表就是 Unreal，Unreal 也有个非官方的 Web GPU Port， 因为 Port 不是来自 Epic Games， 这里我就没写在 slides 里。接下来也是个非常有名的游戏引擎，叫 PlayCanvas，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它是一个纯 Web 的开源游戏引擎，有很多的游戏和应用基于它开发，很多的公司也跟它合作，比如宝马、迪士尼等。因为是纯 Web 的引擎，之前解决方案是基于 WebGL 的。随着 Web GPU 的日渐发展， PlayCanvas 便开始了重构方案。到去年 Chrome 发布 Web GPU 支持的时候， PlayCanvas 有了 Web GPU 的初步支持。到今年4月份，它宣布了对 Web GPU 的正式支持。下面这个是 Creator 领域大名鼎鼎的 Autodesk， 它在工程建设、产品设计与制造、传媒和娱乐等领域都很领先。它在开源领域也有很多贡献，比如这个 Hydra Graphics Interface 的 Web 实现就会基于 Web GPU。下面我们切换一下赛道，来到 Video Conference。在这个赛道，大家对 Zoom 一定耳熟能详。
我们小组跟 Zoom 的紧密合作开始于2021年底，2年多来经历了试验、重构、性能调优和大量测试。Zoom 的 Web GPU 后端已经接近完成，一些高级账号已经可以尝鲜它带来的功能和性能的改变。Video Conference 因为要综合 Media、Graphics 和 AI 等领域，对 Web API 的交互性要求很高，而 Web GPU 的设计和实现中恰恰对这部分做了多的优化，比如跟 Web Codecs 的 Zero Copy 对接等，使得 Web GPU 在 Video Conference 上要远远优于 WebGL。下面来到今天的重头戏 AI。我们组曾主导过一个在 Kronos WebGL Working Group 的标准 WebGL 2.0 Compute， 希望把 GPU 的计算能力带到 Web。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标准没有落地。作为 WebGL 的继任者， Web GPU 扛起了这个重任，把 GPU 的计算能力第一次带到 Web 上，也恰逢 AI 的好时机。Web AI 上围绕 Web GPU 的框架呈现出百花争艳的态势。我们这个小组也在这几年花了很大努力实践基于 Web GPU 的 AI 框架。首先是 Google 的 TensorFlow JS， 大家都知道 Google 有个 TensorFlow 框架，这个 TensorFlow JS 就是它的 Web 版本。我们跟谷歌合作开始于2019年9月，经过3年多的开发，它的 Web GPU 后端于去年5月份正式发布，性能也全面超越了 WebGL 后端。除了非常小的模型，它的性能更是远远超越 Wasm 后端。一些有名的项目，比如 Adobe Photoshop Web， 就是基于 TensorFlow JS 框架的。根据 NPM Trends 的数据，它的日均用户稳定在20多万。第二个是微软的 Onyx Runtime。从去年7月份以来，英特尔就跟微软紧密合作，做 Onyx Runtime 的 Web GPU 后端，经历了大半年的开发，于今年2月份的 1.17 版本正式发布了对 Web GPU 的支持。我们基本把在 TensorFlow JS 里面实现的算子都移植到了 Onyx Runtime 里面，并加入了很多特殊的优化。举个例子，我们在跑一个模型的时候，往往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 ops 需要顺序执行。执行的过程中，每个 ops 都是 shader，shader 是用 CPU 的算力拼起来的字符串，每个拼的过程需要消耗大概0点几毫秒。而我们知道现在的 GPU 很强，执行这些 op 花的时间很短，这样就出现了 GPU 等 CPU 的情况。更糟糕的是，因为 GPU 不能满负荷运行，它的频率无法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这使得最后的性能比较差。后来我们想到一些方法，只要模型本身不是动态 shaped， 我们就可以把 shader 的第一遍执行记录下来，这样在后续的执行只要回放这些记录就行。通过这样的优化， CPU 不再是整个执行的瓶颈， GPU 可以一直在执行，保持很高的频率，结果就是性能大大的提升。再举个例子， Onyx 本身是一个标准，定义了很多的算子，而 Onyx Runtime 作为支持 Onyx 标准的实现，扩充了一些算子。这些扩充的算子在经过大量实践后，有些也会进入后续 Onyx 的正式标准中。这些扩充的算子往往可能是优化性能的关键。在实现微软的 Phi3 模型中，我们发现如果用一个叫 Medmore M-Bits 的算子，可以大大优化性能。Phi3 模型中有大量的矩阵层，而这个算子正是把矩阵层中的 weights 量化到4比特，从而大幅度提升性能。所以我们在笔记本上看到10多个 tokens 每秒，在 NVIDIA 4090上看到70 tokens 每秒，正是得益于这个算子的实现。当然 Onyx Runtime Web GPU 的实现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 buffer 的管理和重用，就需要更多的 profiling， 更好的算法去替代。DP4A 的支持虽然已经在 Chrome 里面正式发布，但全面引入到 Onyx Runtime 中还需要很多的努力。Subgroup 也已经有 Chrome 的实现，我们的实验证明它对某些算子，比如矩阵层、矩阵，有很大的性能提高，这些都在我们后续的计划中。NPM Trends 显示 Onyx Runtime Web 日均用户接近10万，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 Web GPU 后端的成熟，这个数字会很快突飞猛进。
第三个框架是来自 Hugging Face 的 Transformer.js。大家知道 Hugging Face 有个很有名的 Python AI 框架 Transformers， 这个 Transformer.js 就是它对应的 Web 版本。在实现上 ，Transformer.js 是基于 ONNX Runtime 的，目前的后端是 Wasm， 积极开发中的 V3 版本将会正式 WebGPU， 以获得更好的性能。我们看到的这个 demo 是基于 OpenAI 的 Clip 模型，它可以帮你实时探测 video 中的对象，基于 WebGPU， 性能非常不错。在开发 V3 的过程中 ，Transformer.js enable 了大量基于 WebGPU 的模型，比如这里的 Depth Anything 可以模拟出平面物体的深度信息。Moondream 是一个视觉模型，它能给张图片，然后问它关于图片的任何问题。还有在图片或者 video 中实时移除背景的模型，在 video 中实时探测物体的模型等，非常实用。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访问 Transformer.js 的 Hugging Face Space， 看到很多实用的模型，集成到你们自己的应用中也非常方便。Transformer.js 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框架，开始于2023年，它的日均下载量在5万。随着 V3 版本的正式发布 ，WebGPU 的正式支持，我想这个数字一定会飙升的。接下来是 TVM， 前面我们聊的两大框架 TensorFlow.js 和 ONNX Runtime， 它们都是基于算子的。框架执行的过程是一个接一个算子的执行。如果要更好的优化性能，我们就需要加入更多的算子，这样开发和维护的代价也随之上升。TVM 则不同，它实现了一些核心算子，优化的过程可以把这许多算子 fuse 起来，用 compiler 技术进行很 aggressive 的优化。因为仅需要维护核心算子，它可以很快支持新的模型。比如今年4月 Meta 发布了 Llama 3模型， TVM 可以同步发布它的 WebGPU 版本。WebGPU 本身是一个底层的 API， 对它来说没有算子的概念，没有 AI 的概念，所见的就是一个一个 compute shader。 所以无论是基于算子的框架，还是基于 compiler 的框架，都能很好的适配。随着 AI 复杂度的提高，基于 compiler 技术的框架可能是大势所趋。我们在其他框架的发展中也看到了类似的趋势，比如 PyTorch， 它 1.0 版本是所谓的 Eagle Mode， 一个算子一个算子的执行，到了 2.0 就引入了 Triton Compiler。 当然 compiler 技术还需要打磨，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结合手写的算子，达到更优的性能。TVM 的 Web 后端就是基于 WebGPU 的，它的 WebLM 框架已经支持了许多大模型，比如 Llama 3、Phi 3、Gemma 等，性能接近 Native。英特尔在里面也有少量的贡献，比如 F16 的支持是我们做的，现在正在加入 DP4A 的支持。这里的 demo 就是基于 TVM 的 WebLM 框架，在 Web 上跑 Llama 3这个8 的大模型的情况。GPU 是英特尔的第一代独立显卡 Alchemist， 我们看到性能接近20 token 每秒，还是非常不错的。第5个框架是来自 Google 的 MediaPipe。前面介绍了 Google 的 TensorFlow.js， 但 Google 其实也在开发一些其他的框架。MediaPipe 本来用于一些视觉模型，比如脸部识别、姿势识别等。近年来加入了对开源 LLM 的支持，像这里列出的 Falcon、Gemma、Phi、StableLM。当然，谷歌有自己闭源模型 Gemini，MediaPipe 也有相应的接口，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它。这些在 Web 上的实现都是基于 WebGPU。通过这5个基于 WebGPU 的 AI 框架，相信大家已经能窥斑见豹，看出 WebGPU 作为 AI 的潜力。当然，基于 WebGPU 的框架远不止这些，还有如 Hugging Face 的 Ratchet、RWKV 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最后来讲一下 Chrome 里 WebGPU 的集成。WebGPU 不仅作为 API， 通过 Chrome 浏览器 expose 出来，还日益集成到 Chrome 的实现中。前面已经介绍了 Graphite 这个项目，把 Scale 的后端用 WebGPU 来代替。因为 WebGPU 的跨平台支持， Graphite 可以用一套代码、一套 shader 覆盖所有平台。在这次的 Google I/O 大会上
Google 更宣布 Chrome 即将从6月份发布的126版本开始，集成 Gemini Nano 模型，提供像 Helping Write 这样的高级功能，更会慢慢加入新的 API，提供诸如总结、翻译、debug 的功能。因为 WebGPU 的支持，所有这些功能都在我们自己的机器上完成，完全不用担心隐私的泄露，完全可以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执行。我们初步测试下来，在一般的笔记本上，性能也是很不错的。Chrome 的 Gemini 集成是否会引领浏览器往 AI 时代跃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短短的一年，WebGPU 的生态可谓日新月异。这里列出到目前为止主要的生态伙伴，有渲染引擎 3GS、Babylon.js 等，游戏引擎 Unity、PlayCanvas、Construct 等， AI 框架 TensorFlow.js、Honest Runtime、Transformer.js、TVM、MediaPipe 等。正是这些基础建设和成功案例，鼓着众多 ISV 往 WebGPU 做迁移，而我们已经看到了像 Zoom、Autodesk、Google、Adobe 等熟悉的身影。近年来，元宇宙也是一个很热门的词，它对 3D、AI 互通的要求，使得 Web 平台可能是首选方案。而在 Web 平台 ，WebGPU 当仁不让是最合适的底层技术。很久以前，宇宙还是一个质点，随着一次大爆炸，基本元素氢、氦等形成，慢慢形成了更复杂的元素，有了生命，有了人，有了今天丰富多彩的世界。对于 Web 来说，2017年 WebGPU Community Group 的成立，很像是这样的一次大爆炸。这之后 ，WebGPU 被讨论，基本功能被实现，更多功能添加进来，更多优化添加进来，一个围绕 WebGPU 的新世界、新生态慢慢形成，日益欣欣向荣。最后是我们的联系方式，上面是我的 email，我们也在 GitHub 上开了一个 repo，如果有任何 Web 图形或者 Web AI 的问题，欢迎以 issue 的形式提给我们，我们一定及时跟您交流。Intel Web Graphics Team 已经在 Web 图形和 Web AI 领域深耕了10多年，我们的一些经验也许能很好的帮助到大家。我们也跟 Web 领域最资深的专家有深入的合作，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可以把他们拉进来一起讨论。很期待跟大家更多交流合作，共建 WebGPU 和 Web AI 的强大生态。谢谢大家。